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服务过的一位特别客户小美的故事。作为一名婚恋顾问，我见证了太多姻缘，但小美的故事让我印象特别深刻。小美是位32岁的北京姑娘，在金融行业工作，年薪50万以上，是个很优秀的女孩。2年前通过我们平台认识了在台湾工作的阿杰。阿杰是正儿八百的台湾男生，在新竹科技园区做技术主管，为人老实稳重。说起他们的相识经过，还挺有意思的。那时候小美刚到我们平台注册没多久，我记得她第一次来找我时说：“丽姐，我觉得北京的男生太浮躁了，想找个稳重踏实的。”我立刻就想到了阿杰，因为阿杰之前就托我说想找个大陆女生。我给他们互相看了照片和资料，2个人一拍即合，接着就开始视频聊天。刚开始小美还担心会有代沟，但没想到阿杰特别会聊，2个人从工作聊到生活，从兴趣爱好聊到人生理想，越聊越投机。阿杰每个月都会飞北京见小美，约会的时候特别体贴。记得有一次小美感冒了，阿杰二话不说订了机票飞过来照顾她，这种细节真的很打动人。交往半年后，阿杰就认真的跟小美提出结婚的事情。小美其实也动心了，但还是有些顾虑，毕竟要远嫁台湾，对她来说是个大决定。这时候阿杰做了一个超暖心的事情，他把自己在台湾的房子过户一半给小美，说这样你就有安全感了吧。这一下可把小美感动坏了。她跟我说，丽姐，这辈子真没见过这么靠谱的男人。就这样，他们决定结婚了。婚礼在台北办得特别温馨，我作为红娘也特意飞过去参加了。结婚后的小美很快就怀孕了。说到这儿，就要谈谈让小美震惊的台湾医疗体系了。第一次去妇产科产检的时候，小美就被医院的服务惊呆了。你们猜怎么着？那个医生态度好得不得了，问诊时间足足有半小时，护士们也都笑容满面的，一点架子都没有。小美说，丽姐，这跟在北京看病简直是2个世界。在这边，医生会很耐心的跟你解释各种情况，不管问什么问题都特别有耐心。最让小美惊讶的是台湾的产检补助，她拿到一本孕妇健康手册，里面详细记载了产检项目和时间表，产前检查有10次都是免费的。不仅如此，还包括了3次超音波检查，基本上只要是必要的检查，健保都给报销。小美激动地跟我说，丽姐，你知道吗？这边的医生不会像大陆医院那样乱开检查项目，他们都会先评估需求，真的需要才会建议做检查，一点都不会乱花钱。每次产检，医生都会细心询问小美的身体状况，叮嘱她要注意的事项，护士也会很贴心的教她一些孕期保健知识。这种被尊重、被关心的感觉，让小美觉得特别温暖。小美说，现在总算明白为什么很多人都说台湾的医疗服务好了。不光是硬件设施完善，更重要的是整个医疗体系都很人性化。医生不会像流水线一样匆匆忙忙的看病，而是会认真倾听病人的诉求。说到产检，我得给大家细说说台湾的生育福利政策。小美跟我说，她每次产检的时候，医院都会发一些营养品和卫教资料，还有一些小贴士。最让她开心的是，台湾对孕妇的照顾特别周到，连地铁、公交车都有专门的博爱座。小美说，丽姐，你知道最神奇的是什么吗？这边的生育补助简直太惊人了。原来啊，台北市政府给每个新生儿发2万元新台币的生育津贴，约合人民币4500元左右。不仅如此，从怀孕到生产，还有各种补助可以申请。怀孕期间的产检假，在台湾也是受法律保障的。小美告诉我，她每次去产检，公司都会给她半天带薪假期，一点都不会刁难她。阿杰的公司也很人性化，知道小美怀孕后，特意调整了阿杰的工作时间，让他能多陪小美。到了预产期前后，小美住进了台北一家大医院。哎呀，那医院的环境简直比星级酒店还好，产房设备齐全不说，护士们更是贴心的不得了。小美说，丽姐，你是不知道，这边的护士叫你都用你好，辛苦了，感觉特别温暖。生产那天，阿杰全程陪在手术室外面，
医生和护士不停地给她报告小美的情况，让她完全不用担心。最后，小美顺利生下了一个6斤重的大胖小子，产后护理也特别到位，医护人员手把手教小美如何照顾宝宝，如何正确哺乳。让小美特别感动的是，医院还安排了一位专门的月子护理师，教她坐月子要注意的事项。这位护理师经验特别丰富，连宝宝半夜哭闹都能给出专业建议。小美说，在台湾生孩子真的感觉特别安心。坐月子的时候，小美住进了台北一家有名的月子中心，这可不得了，环境好，伙食好，服务好，关键是价格还不算贵。月子中心的护理人员都经过专业培训，不管是照顾妈妈还是照顾宝宝，都很有经验。小美特别感慨地说，丽姐，你知道吗？在这边生孩子完全不用担心看不起病，健保制度真的太好了，不管是本地人还是外国人，只要有加入健保，生孩子的费用基本上都能报销。最让小美震惊的是，在台湾，就算是一场大手术，个人负担的费用也不会太高。她说她认识一个朋友做了一个要好几十万的手术，最后自己只花了几千块钱，其他都是健保给报销了。在台湾真的不用担心因病致穷。小美感慨道，特别是生孩子这件事，政府补助多，医疗服务好，让人觉得特别有保障，这跟大陆的情况完全不一样。这不，小美现在都在考虑要不要生2胎了。她说在台湾生活，虽然工资可能没有北京高，但生活质量真的很好，街坊邻居都很热情，生活节奏也不会太快，很适合养孩子。我问她会不会想回北京发展，小美想都没想就说不回去了，在这边生活太舒服了，而且现在儿子也在这边上幼儿园，老公工作也稳定，我们打算一辈子就在台湾了。说到教育方面，小美可是给我说了好多台湾的好处。她说台湾的幼儿园特别重视小朋友的全面发展，不会像大陆那样一味追求识字认数。她儿子现在上的是一家双语幼儿园，每天开开心心的，一点压力都没有。丽姐，你是不知道，这边的老师多有爱心啊。小美跟我分享说，每天接送孩子的时候，老师都会很详细的跟家长说孩子当天的表现，连吃饭睡觉都会认真记录。最重要的是，老师从来不会给孩子贴标签，也不会搞什么排名比较。在医疗保健这块，台湾的儿童福利也是满满的。小美告诉我，在台湾，儿童的医疗费用基本上都由健保给报销。孩子从出生到学龄前的健康检查和疫苗接种都是免费的，让家长们特别省心。有一次，小美的儿子半夜发烧，她带着孩子去医院急诊，你们猜怎么着？那个夜班医生态度可好了，详细检查完还叮嘱要注意的事项，最后挂急诊，打退烧针，才花了几百块新台币。在台湾看病真的很便宜。小美说，而且医生都很负责任，不会乱开药。最重要的是，这边的医患关系特别和谐，医生会把你当成朋友一样对待。小美现在在台北一家公司上班，她说台湾的职场环境也很友善，这边很重视工作与生活的平衡，加班不多，有事请假也很方便。特别是有了孩子之后，公司都会给予很多照顾。最让小美感动的是台湾社会的人情味儿。她说邻居们都很热心，常常会送些自家种的蔬菜水果，或者自己做的点心。老人家看到她带着孩子，还会主动帮忙看着电梯门，这种温暖的感觉让她觉得特别幸福。谈到养老问题，小美也做了不少功课。她发现台湾的养老体系很完善，不仅有政府发放的老年年金，还有各种社区照顾关怀据点，让老年人能够安享晚年。我觉得在台湾养老挺好的。小美说，这边的医疗服务好，老年人看病很方便，而且社区活动多，老人家一点都不会觉得孤单。最重要的是，这边的人特别尊重老人家。现在小美和阿杰的生活可以说是美满幸福。他们在台北买了房子，儿子健康可爱，两个人的工作也都很稳定。小美说她特别庆幸当初做出了远嫁台湾的决定。丽姐，说真的，我觉得我找到了人生的归宿。小美由衷地说，在台湾的生活虽然不算奢华，但很踏实，很安心。这里的生活节奏、人文环境，还有医疗福利，都让我觉得特别温暖。说到在台湾生活，小美觉得最棒的就是这边的医疗体系了。她说，
丽姐，你知道吗？在台湾看病真的太方便了，特别是现在有了健保卡，看病刷卡就行，一点都不麻烦。小美还特别提到台湾的分级医疗制度，她说这边的诊所和医院分工明确，一般小病去附近诊所就够了，诊所的医生都很专业，而且因为都是社区的固定医生，慢慢就会变成像家人一样的存在。最神奇的是，小美笑着说，这边的医生都会记得你，每次去看病，医生都记得你上次是什么情况，主动关心你现在好些了没有，这种感觉真的很温暖。在台湾，就医还有一个特别好的地方，就是预约制度特别完善。小美说，她现在都是通过网络或者手机软件预约看病，完全不用担心排队问题。你是不知道，小美说，这边看专科还可以选择喜欢的医生，预约的时候就能看到每个医生的门诊时间。小美现在经常在社交媒体上分享她在台湾的生活。她说，经常有大陆的朋友问她在台湾生活是什么感觉，我都会跟他们说，台湾最吸引我的就是这边的人情味。小美说，从医生、护士到邻居街坊，大家都特别有善心，让人觉得很温暖。现在小美在台北已经住了2年多，她说自己越来越喜欢这座城市了。虽然台北的房价也不便宜，但这边的生活质量真的很高。小美说，特别是有了孩子之后，更加觉得这边适合生活。说起孩子，小美觉得在台湾带孩子特别轻松，这边的育儿环境很友善，不管是公共场所还是医院，都会特别照顾带孩子的父母。最重要的是，小美说，这边不会给孩子太大压力，让孩子能快快乐乐的成长。小美现在的生活节奏特别规律，每天早上送完孩子上幼儿园就去上班，下班后可以准时接孩子回家。周末的时候，一家人经常去台北近郊踏青，或者去夜市逛逛。这种生活虽然普通，但特别踏实。小美说，谈到未来的规划，小美说她和阿杰已经决定扎根台湾了。我们现在在考虑要不要生2胎。小美笑着说，反正在台湾生孩子这么便利，医疗保障又好，完全不用担心。让小美特别感动的是，她婆婆也特别支持他们在台湾生活。婆婆说，台湾的生活环境好，医疗保障好，特别适合养孩子。现在婆婆每个月都会从台中过来台北住几天，帮忙照看孩子。说真的，小美感慨道，当初要不是遇到丽姐你，我可能就错过这么好的姻缘了。现在想想，远嫁台湾真的是我这辈子最正确的决定之一。听到小美这么说，我这个红娘心里也特别高兴。看着这对中国统一利好的跨海姻缘，我觉得我的工作真的很有意义。好啦，小美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希望大家听了这个故事之后，能对两岸婚姻有更多了解，也祝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。这就是今天的故事啦，我是红娘丽姐，咱们下次再见。